Hello，我是苹果爹，今天来开箱 Symmetry 的 A100P Apple Watch 充电收纳盒。这款就是前一支影片有提到的新版本，询问度很高，真的就来看看差别到底在哪咯。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、留言还有分享吧。这次除了 YouTube 抽奖之外，也会有抽奖活动在我的 FB 粉丝页，链接会放在下方，想要参加的人记得去看看咯。上次关于 A100 的影片播出几天之后 Symmetry 就联络上我，说最近突然询问度超级高的。他们问了才知道是因为这几天有人在 YouTube 上介绍他们的产品，所以他们说可以提供 A100P 让我来测试比较差别，然后还提供抽奖的奖品，想和我们的观众分享。抽奖的方式会在影片的后面分享。好了，废话太多，先来开箱咯。这次的包装跟前一代比起来，说真的我忘了前一代的包装是什么样子。上面写着里面有 3000mAh 的电池容量，左右都有贴纸，撕开后就可以打开啦。一拿出来后可以看到，很明显的比前一代薄了约1公分多左右。里面有附 Micro USB to USB A 的线，说真的，这个对我 iPhone 的使用者来说还真的有用。毕竟家里真的没有什么 Micro USB 的充电线，设计上跟 A100 也是有点差距的。电量显示的 LED 灯还有开关改到了后方，而不是在前面。我想可能是想把电量显示放在 Micro USB 的充电孔旁边吧。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 A100 在前方的设计。充电输入口当然也是像它附的线一样是 Micro USB， 跟上一代是一样的。还有拿掉了输出可以充另一台装置的 USB A 孔。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还好，因为我其实很少用它去充另一台装置，毕竟电池本身的容量就不是很大。我旅行时还是习惯会有带另外的行动电源来充我的 iPhone， 所以如果需要的人可能就要考虑 A100 的版本。颜色的话目前是只有黑色，但是目前 A100 也是只有黑色的版本，白色是已经确定停产了。拉链的材质跟设计也不太一样，但拉起来的手感都还是很顺手。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充电座的大小也和 A100 不太一样。先把它打开来看看一个最大的差别。为什么 Symmetry 说有 Series 5充电线的人一定要买 A100P？ 这边可以注意看到这边放在 USB 头的地方，这边有多一个结构。因为 Apple Watch Series 5所附的充电线，它在 USB 接头这一边是比较大的。这边示范一下，如果要装 Series 5的充电线，这边多了一个东西，就要先拆掉它。之后这边比较宽的接头就能接上去，所以如果你只有 Series 5的充电头的话，就是直接可以用。如果你旧款 Apple Watch 的充电头有留着，或是有另外购买旧款的充电头，那这两款不管选择哪一代都是没有问题。好吧，现在就来示范如何装线吧。其实也是跟前一代大同小异，但是这一次的 USB 头是直接从圆孔这边套进去。如果你买的是上一代 A100， 也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的教学，但模组这边是比较小，不知道在卷线的时候会不会难一点。其实卷起来也是差不多，就这样慢慢的卷进去，最后也是一样。注意 USB 头这边方向要对，这样等一下才可以插得下去。装上之后再把手表放下去。很多人问到装了手表保护壳之后还装不装得进去，我本身是使用 Rhino Shield 犀牛盾的，先前装 A100 没有问题，现在来试试看新款的 A100P 合不合。还是可以顺利装下去并充电。然后那顶部去按压按钮的问题，如果你用力去按压边角还是会发生，但是一般应该不会去压到那一边。还有现在是装了保护壳的情况，如果现在把壳拿掉的话来试试看，真的就比较不会压到了。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它内部的材质也有点不太一样。前一代的里面有铺一层布料，但是 A100P 里面并没有。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软的材质，所以不用去担心会刮到手表表面的问题。如果你问我个人比较喜欢哪一个款式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各有优缺点。前一代的内部空间比较宽敞一点，那这也代表手表在里面比较会晃动。但是如果有保护壳，如果你的牌子是比较大的保护壳的话，这样它的空间会比较充足。那 A100 的电量显示还有开关在前方，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方便。
但是 A100P 的显示灯比较起来比较隐秘，没开的话是看不到的，不会像 A100 一样是凸了一块塑胶板出来。前一代多了一个 USB-A 在后方，可以再让你多充一个装置。虽然里面的电池容量是不大，但是你还是可以边充着这款充电盒，加上充里面的手表，然后再另外接一条充电线充你的手机或是另外的装置，这样就只要多带一条线就好。但是 A100 的体积相对也大了一点，旅游要轻便的话，那新的这一代占的空间还是小很多。况且很多人可能本来就会另外带行动电源。哦，对了，用了一阵子后，发现新版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优点，就是因为体积比较小，拉链下缘的部分几乎不会挡到手表，所以你在充电的时候启用夜中模式就不会被挡到萤幕。整体来说，两款主要的功能都是一样的，那有一些相对的优缺点，但要记得就是你的充电线。目前来说，如果你只有新款的 Series 5的充电线的话，那 A100P 新的这一代就是你唯一的选择了。至于购买的方面，台湾方面 Smarttree 就在虾皮上有专门的卖点，价格就是官方的价格。现在拍摄影片的时候，价格是台币950块钱。有趣的是，它官方售价比其他水货商便宜之外，还有1年保固。连结我一样会放在下方，这不是业配哦，先讲明。美国的话，我也会放 Amazon 的连结。好了，那现在来分享抽奖的方式。那总共会有13个名额，那其中3个是可以拿到全额折抵，那剩下的10个就是折价券的部分。那其中有2个全额折抵我会放在YouTube 这边，那就是从留言里面抽出来。那剩下的1个我会放在我脸书的粉丝页。至于10个折价券的部分，就是一边各5个。那至于抽奖的方式，第一当然就是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这支影片。那第二就是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为什么想要这一个充电盒。那其实我是希望真的有在关注我频道、关注我影片的人抽到这个东西，所以请不要 copy 别人的留言，写出你自己希望有这个充电盒的理由。那到时就会从留言里面抽出来，然后我也会在我的社群发布，所以你没有订阅的话可能会看不到。那至于 FB 粉丝页抽奖的部分，那我会在我 FB 的粉丝页也分享这一篇影片，那所有抽奖的规则就会放在粉丝页的那一篇贴文下面。好了，最后就是希望这支影片分享这2个充电盒的差别对你们会有帮助，还有谢谢你们长期下来的支持。那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。